吾乃天道，灵气即将再次喷涌，新纪元将自此开启。为记录旧时代尚存者之强，特立天道金榜，盘点5万年间仍活着的10位至强者。第1名，逍遥天帝李兰，境界天地中期。万年隐世，终究纸包不住火了吗？此地温度直逼太阳，与我无碍，倒是别坏了我这一身好衣裳。你是什么东西？天地回归，没想到我也苏醒了。我可能是此方天地最后一只桃兽。那你是怎么被关押在这里的？在我被封印于此之前，桃兽一族所向披靡，不慎得罪了万古妖帝，被屠戮殆尽。我落入他人之手，他杀不死我，只能将我封印于此。小子，我们桃兽只要火焰不熄就不会死。只要你放我出去，我可以屈尊做你的奴仆。我桃兽最高可成长到天地境，如今你们这破落天地，恐怕连1个天地都难出吧？确实难出，因为本地是唯一一个。你，天地？吹牛不打草稿，你身上连一丝灵气波动都没有。比起鲲鹏神女的枷锁，这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的玩意。我终于出来了！终于走了，那个吞噬黑洞总算消停了。这气息是天地，它真的是天地！拜见主人！主人，这是桃珠，内含火之大道。这里果然别有洞天。先别废话，赶紧找宝贝。你是何人？怎么会在这里？吾乃灵蛇宗宗主，灵蛇圣人。小子，你在此地多久了？逍遥天帝。逍遥天帝，那个来幽州的杀神！完了，我们居然撞见了他！毛头小子，你以为假冒逍遥天帝就能骗过老夫？你身上毫无灵气波动，定是用了屏蔽修为的法宝，想借天地威名独吞秘宝吧？宗主英明，真正的大人物怎么会跟我们这群小妖报身份？就是，你们看他旁边那只妖兽长得那么丑，气息才堪堪真仙境，堂堂逍遥天帝怎么会带这种垃圾奴仆？唉，给过你们机会了。天帝大人，您老真的是逍遥天帝啊！小妖有眼无珠，求您放小妖一马。看你跪得这么快，交代你个任务。你说，你让小妖干什么都行。你带他回你宗门，帮他提升修为。真仙境带在身边，太掉账了。大人放心，伺候妖兽是我老本行，小妖绝对把他当祖宗供着。您还有其他吩咐吗？哼，带我回宗门，以后叫我火哥。好嘞，火哥这边请。
猛紫气，万年轮回一次，吸一口修为便可突飞猛进，时不等人。鲲鹏诀，起！果然是轮回紫气，我们的时代来啦！只要吸足这紫气，我们突破天地指日可待。别废话，赶紧吸，这玩意儿时间短得很。怎么回事？这紫气怎么在往秦州的方向跑？这股吸力，这种霸道不讲理的吸法，好熟悉的感觉。是李兰，又是那个混蛋！10000年前李兰抢混沌气也是这副德行。算了吧，碰上这个黑洞，能喝点汤就算不错了。大家加快速度，别让李兰全吸干了！这一想，是逍遥哥哥，他就在秦州。连分身都用来一起吸，逍遥哥哥太厉害了，我也要学。不行，光靠分身还是不够快，必须利益最大化。给我全力吸上！天地法则想压制我，做梦！不是我，是天地法则！你的玉佩吸收了太多紫气，要蜕变成混沌仙气了。这雷劫威力极大，你小心！来的正好。鲲鹏诛天斩！这鸿蒙紫气确实非同凡响，我竟然突破到了仙帝中期。才仙帝中期吗？我的孩儿竟然被折磨成这副模样！命保住了，你要找的鲲鹏神翼在哪儿？我没看见。我一直将它藏在孩儿体内，谢谢你救了他，这神翼送给你了。无视距离跨越空间，有意思。终于走了，那个吞噬黑洞总算消停了。我操，他又回来了！走了吗？
有趣。每个时辰诞生百侣，以后再也不缺子期了。灵气精纯了数百倍，大势已至啊！灵气复苏，100万年轮回已到，仙界将重塑旧日时代。去寻找那8具尸骨吧。旧时代的那些老家伙，要一个个爬出来了吗？这天地之力根本无法阻挡。柳青寒，你还是那么美。逍遥哥哥，我说了，你可以叫我清寒的。你知道吗？当年听说你死了，我整天以泪洗面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没死？当时我受了重伤，休养了1万年才缓过来。我最喜欢的就是清寒妹妹你，若不是伤势太重，我怎么可能不来找你？对不起，逍遥哥哥，是我错怪你了。清寒妹妹，这么久不见，我们找个无人的地方彻夜长谈。等我回来。快来看啊！地皇坟里刚挖出来的万年灵山，才5天时间，这些后世修士就把远古遗迹开发成仿式了。吾乃炼魂宗宗主炼魂大帝，炼魂宗全宗复苏，明日大开宗门，广收门徒，入吾宗门，享无尽寿元。大帝，这是远古时代的大帝出世了。远古大帝的传承，明天我一定要去拜师。炼魂宗前几天刚斩灭一个，现在又钻出来一个老祖宗。小子，明日才收徒，你来早了。我不是来拜师的，我是来借你们藏经阁一关。放肆！死！大帝境界！这些远古功法倒是有几分门道。大胆小儿，仗着有几分修为，敢杀我宗长老，老子可比你早出生70万年！活了70万年才这点修为，你这老王八挺能熬啊！无知小儿，动用吸魂大阵，把他的魂魄抽出来点天灯！天灯，吸魂大阵，吸魂大阵起！诸位，他是大帝，
别留手，融魂！小子，吸魂大阵一开，大帝也得乖乖交出魂魄。这法阵的灵魂拉扯感，感觉就像有人在给我做头部按摩。不错，力度刚刚好。他在说什么鬼话？装神弄鬼，加大力度！唉，看来远古时代的法阵也不过如此。破！一个字，破了我们的吸魂大阵。你绝对不是大帝，你到底是谁？我从未说过我是大帝，吾乃逍遥天帝，尔等可以饮恨了。天帝，此界竟然有天帝！武艺魂幡，给我炸！有趣。远古时代，帝皇坟里这三大圣地的宗主皆是天地境，而真正埋葬的帝皇，竟是天地之上。这炼魂宗不过是个二流货色，真正的帝皇尸骨到底在哪儿？天道，地图既然给了我，你肯定知道尸骨位置，下来聊聊。又装死，看来只能自己找了。人都去哪儿了？让让，别挡道！怎么这里这么空？妖帝秘境开启了，大家抢传承去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别耽误我发财！妖族秘境内有天地传承，快进！爽啊！这次秘境只能由妖族进入，而且限制在大地境之下。若我能获得传承，必将无敌于世！别废话了，事不宜迟，冲啊！只限妖族，还得是大地以下。确实是某种禁制，这气息是天地级别的手段。这位道友，别看了，不是妖族是进不去的，这是铁律。我劝你还是别浪费时间了，走吧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我想试试。那你试吧，真是倔驴。鲲鹏神翼第二神通，空间斩。怎么可能？他真的进去了！带我一个！不！看来确实进对了地方。吾为妖族天帝，万古妖皇。诸位既已来到吾的传承秘境，那便开始吧。传承就藏在这里某个地方，能否寻得，就看各位的气运如何。你终于肯来找我了。你是谁？这声音只有我能听到，难道这里真的跟我有关系？天道曾言，集齐8具尸骨，便知晓一切答案。事不宜迟，先探查一番。
上百万年，为何你还会动？难道那个人回来了？去，将外面的那些妖族统统抓来，不臣服就死！是，妖帝陛下。我是不会再让那个人靠近你的，即便是他的后代。这里有些古怪。剑制法阵，看来好东西都在门后。跟了一路了，捡漏也该有个限度吧？滚出去！这秘境是你们家开的，我为何不能进？连外面那些低阶妖兽都不敢打，靠我们清理干净了才敢溜进来。听好了，我们是龟妖宗弟子，家师乃圣人境大妖，就在这秘境之中。识相的赶紧滚！大家同为妖族，别逼我们见血！哼，龟妖宗，举宗前来啊！刚好前阵子操劳过度，听说你们龟妖最适合熬十全大补汤。找死！一口气吹没了一个大罗金仙，就算师尊也做不到。你是圣王境，圣王前辈饶命，是我们瞎了狗眼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您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吧！我刚才说了，我要喝大补汤。对了，没有水怎么煮龟呢？圣王饶命啊！逃！前辈！好简的法阵，无趣。好恐怖的寒气，这冰寒大道很是了得。这气息竟然是天道圣迹，还蕴含着如此恐怖的冰之大道力量。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！此处是你虎爷的地盘。看什么看？你虎爷在你下面！小东西，你是什么妖兽？笑什么笑？在你虎爷面前竟敢嘻嘻哈哈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可是尊贵的冰焰虎，只存在于远古时代的伟大生物。冰焰虎，炼魂宗的古籍里确实记载过，冰寒大道与火之大道的完美结合体，能做到冰火两重天而不排斥。传闻一头完全体的冰焰虎足以冰封一周，实力比肩天地。就这小不点儿，你是天帝？怎么回事？刚醒就撞上一位活的天帝，这也太倒霉了！将你知道的都告诉我，此处是何处？又有什么宝贝？别杀我！我说，这里是冰脉雪山，是雪帝死后所化。雪帝是一位大帝，这里留有他的传承。我是雪帝的坐骑，被封印在此，直到昨天才苏醒。哦，雪帝。天帝大人，我可以跟随您吗？我刚苏醒，无处可去，跟着您肯定比待在这个鬼地方强。看你表现。手感冰凉刺骨，确实是天道圣迹，没错了。远古时代的资源果然比现在强太多，
随手捡一把冰剑，竟然都是天道圣级级别。我知道其他宝贝在哪儿，天帝大人跟我来。天帝大人，这里面的宝贝可厉害了，名为冰寒仙羽，是我家主人打造出来，想送给他爱人的，只可惜还没来得及送出去，大劫便来了。大劫？看来大人不属于我们那个时代，我们就是因为那场莫名其妙的大劫，才被迫沉睡避难。当时是知天阁昭告天下，才让我们侥幸避开锋芒。知天阁，玄尘仙界也有这个情报组织，号称全知无能，只要钱到位，什么情报都有。只不过在我这里吃了不少鳖。当初问他们鲲鹏一族的下落，他们不知道；问逍遥仙帝死没死，他们信誓旦旦说死了。看来这个组织的底蕴比我想象的要深。那场大劫，不知多少人因此消亡，我的主人极有可能已经陨落了，因为我在这里完全感受不到他的气息。确实是好东西，男女皆可用的防御至宝。此处放着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似乎是我被封印之后主人新造的密室。这里的剑质比其他的强上不少，看来里面的宝贝恐怕是这里最强的底蕴了。哼，有点意思，一拳破不开。那就一剑。此乃无之意境，若能破之，可获无之传承。汝可愿接受挑战？开始吧。大地境的试炼幻象，在远古时代或许能拦住不少天才，但对我来说小菜一碟。恭喜你，年轻的后辈，你完成了传承试炼。想必这一路走来，历经生死，非常辛苦吧？但请记住，困难背后必有丰厚的回报。其实也没什么好辛苦的。戒指中蕴含了我毕生所得的功法与法宝，望你将无之传承发扬光大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有一头小宠物留给你，那是一头幼年期的冰焰虎。你若将它带来此处，我残留的阵法可助它蜕变，进化为成年体。圣人境的妖气，看来是蜕变完成了。伟大的新主人，我已经完成了血脉蜕变，我现在可是圣人境的大妖了，厉不厉害？不错，毛色亮了不少。趴下来，让我上去。好嘞。本以为有圣人境的坐骑开道，能省去些麻烦。
看来我还是低估了这群妖孽的贪婪。这位道友，不知这洞府里面都有什么宝贝呀？宝贝挺多的，天道圣器、仙袍，还有各种罕见的修炼资源。不过已经被我拿光了，你们现在进去连根毛都捞不到。小子，那么多天道圣币，你一个人吞得下吗？不怕撑死？把宝贝交出来，要不给我一件，我保你今天活着离开这雪山。我拿2件就行，我护你周全。护我离开？我为什么要你们这些垃圾来护我？狂妄至极！我们这里足足上万同族，你真以为凭你一个人能打得过我们？上，杀了他！法宝作去，我们平分。交给你了，全杀了。放心吧，主人。圣人，只要是圣人境，快跑啊！主人，我做的怎么样？干得不错，走吧，去别的地方看看。好嘞。怎么会？位置明明就是这里。雪山呢？传承遗迹呢？这里不应该是雪山的传承之地吗？难道是我记错了？不是记错了，是有人捷足先登。既然雪地传承已失，那绝不能再错过炎帝的传承，必须赶快！主人，其实这片传承之地属于妖帝麾下的5大帝君，分别是炎帝、雪帝、木帝、炎帝、金帝。他们乃是5行精元所化的妖，各自掌握着一条5行大道。原来如此，这里面全是提升水之大道的极品资源。我助修空间，辅修冰道，水冰同源，这些东西对我大有裨益。当年妖帝赐予了他们5把天道圣器，传说若能集齐这5把圣器，便能合成一把传说中的先天混沌玄器。您刚刚得到的冰寒圣剑，正是其中之一。混沌仙器，有点意思。看来这趟没白来。你可知道其他4个传承之地在哪儿？我只知道墓地的。墓地死得比雪帝早，生前与雪帝是至交。我曾随雪帝守护过那片地方许久。好，带我过去。是，主人。该死，忘了，墓地的传承之地具有生命意识，这片森林会主动攻击外来者，尤其是我们这种在天上飞的活靶子。那就全灭了。全灭？下面还有好多无辜的妖族。落。您破。这么快就完全掌控了冰寒圣剑，天地境界的实力真是太可怕了。走。
主人，这就是墓地死后化作的本体巨树。只要这棵树不倒，这里的生机就不会断绝，迟早会恢复原样。传承就在这树里。按理说，这周围本该有重重传承试炼，走到这里难如登天。但您一剑把试炼全秒了，现在我们站在这里，就等于完成了传承。看来是不打算主动给我喽。交出传承，否则我将你烧成木炭。没想到啊，来了一位如此有胆魄的人类年轻人，竟然能强行越过妖帝大人的禁制法阵，进入到此处。只不过你来晚了，我的传承已经被夺走了。谁？秘境明明是同时开启的，怎么可能有妖比我还快？是炎帝。墓地大人，您说什么？炎帝？他怎么会抢走您的传承？你们可是同僚啊！当年在你和雪帝陷入沉睡之后，炎帝并没有沉睡，他趁我不备，夺走了我的传承。你也知道，我不善争斗，根本不敌他。炎帝，他已经疯了，他爱上了主人。炎帝爱上了妖皇大人，堂堂五行元化泽的妖，竟然妄图染指万古妖皇，这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！是的，他疯了。那天他抢走我传承时，我才知晓他真正的计划。他想夺取其他所有的五行圣器，将它们融合在一起，铸成传说中的先天混沌仙器。他想借此征战天下，成就天地之位。他以为只要自己的境界能与妖皇大人平起平坐，就能摆脱奴仆的身份，名正言顺地跟妖皇大人在一起。炎帝这个疯子，真以为有了实力就能跟妖皇大人在一起吗？难道他不知道妖皇大人心里一直都有那个人的存在吗？他等了那么久，至今未嫁，不就是在等那个人吗？走，找剩下的传承。快抓住那把仙剑，那可是极品仙宝啊！发达了，这里简直就是宝地，远古秘境果然恐怖，全是宝贝。抓不到啊！这些法宝飞得太快了，都有灵智了，根本追不上。主人，这里便是金帝的传承之地，这些法宝全都是他生前打造的。金帝是个极其出色的炼器师，我们五行晶元各有所长。墓地是炼丹师，炎帝是符箓师，雪帝是阵法师。至于炎帝嘛，炎帝样样精通，不过样样都稀松平常。怎么回事？这些法宝怎么都停下了？他是谁？难道法宝们都选择了他？这也太区别对待了吧！我们拼了老命，连个剑柄都摸不到，他们居然主动求他摸。看来这些法宝不仅生出了一丝灵智，还能敏锐地察觉出谁才是这里实力最强的人。喂，你过分了吧！我们辛辛苦苦来到这里，你把法宝都拿完了，我们拿什么？凭什么好东西全归你一个？滚开！交出一半法宝，我们便不再追究。你们这些妖真的是没脑子的，既然想要，那就给你们吧。
主人，这就是金帝大人的本命法宝——破风金枪。此枪可以说是无坚不摧，只要将其拔出，便可获得金帝的传承。只需拔出法宝便可获得传承，这简直不要太简单。吾乃金铁大帝，为金灵晶元所化，精通炼器之术。想要获得吾之传承，你必须要在3个时辰内习得吾之金锤淬炼法，并打造出一件地宝品阶以上的法宝，方可通关。此地为幻境，打造所需材料，你可凭空想象，随意取用。用灵力凝聚一柄金锤，可提高淬炼成功率。这金铁大帝倒是个人才，竟然还能想出这样的秘诀。哼，对炼器一道，我虽主修阵法和炼丹，未曾注入太多精力，但这所谓的金锤淬炼法，看一眼也就悟透了。至于打造地宝，以前又不是没打过，有手就行。恭喜你通过考验，吾之传承自今日起便交托于你了。又一把天道圣器，真想看看5把天道圣器全部集齐融合之后，会有怎样的威势。走，去下一个传承地。看来有不少妖族死在了这里。主人，这片荒漠可是会吃人的，炎帝的传承之地就埋在这片流沙之下。别浪费时间了，快去。是，主人。主人，这漩涡之下便是炎帝的传承之地。下去。天地逆转，倒是个神奇的手笔。主人，我感受到了炎帝的气息，传承就在这座大山里面。没有禁制，也没有法阵，看似就是一座平平无奇的大山。哼，传承藏在哪儿？找机关，破阵眼。管你里面藏着什么玄机，一拳轰碎，自然就知晓了。这是圣尊的气息吗？不对劲儿，这威压好像是大帝。我曾在一位大帝身上感受过这种窒息感。怎么可能？不是说大帝境以上无法进入此秘境吗？竟敢惹怒山神，必将受到吾之惩罚。若能击败吾，
吾之传承便归属于你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自称山神，难道这也是一尊大帝级别的存在？原来那里藏着一颗山之心，简单，一剑灭之。他是何方神圣？仅凭2根手指，就把那么大的山神给灭了。你完成吾之传承，传承归你了。走，下一个传承。真是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啊！那个人来了吗？妖皇大人，我会向你证明，那个让你苦苦等待的人根本不配，他并不是你的良人。我守护在你身边整整几10万年，而那个人一次都没有出现过。可你为什么还是那么爱他？我才是你最好的选择。我才是最爱你的那个，只要杀了他，只要亲手斩杀了他，你就属于我了。众妖听令，炎帝大人，请吩咐。守护这里，任何妖惑人敢踏入半步，杀无赦。是，炎帝大人。能让妖皇大人牵挂这么久，必然不同凡响。我要做好十足的准备，为了这一战，为了夺回你。如今我2把天道圣器已经合为一体，我的实力早已大增。先帝境内，我天下无敌。主人，这里就是炎帝的传承之地。这些妖兽重兵为首，怕是有大阴谋。果然如墓地所说，炎帝根本没有封印自身，他没有死，而是一直守在妖皇大人的身边。无碍，杀了便是。冰焰虎，老牛，没想到你这老家伙竟然也没死。雪帝已经死了，这就是你认的新主子。你带着他闯入此地，究竟意欲何为？老牛，你心里最清楚。当年妖皇大人陈御前命我们5行精元奉献生命，你的主子竟然敢违抗军令，苟活于世，究竟是何居心？那又如何？吾主实力通天，凭什么要白白送死？若没有吾主这几10万年来的寸步不离，妖皇大人恐怕早就被那些蝼蚁打扰了。吾主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妖皇大人，强词夺理，交出传承和5行圣境，吾主对他们势在必得。既然如此，唯有一战。过去这么多年，你这废物居然还停留在圣人境，而我已然杀入半步大地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退下。你身上根本没有妖气，你不是妖，你是人族！区人族蝼蚁，竟敢擅闯妖皇大人的秘境！3息之内，不退者死。呵呵，死到临头还敢嚣张！弟兄们，一起杀了他，绝不能让他靠近妖皇大人半步！灭。
此人难道是先帝？果然是他来了，否则你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。放心，我去杀了他，从此以后，你的心就彻底归我了。吾乃炎帝，滚出去！交出传承圣器，可留你一条狗命。哼，狂妄！怎么可能？我的随手一击竟然无法近身，难道此人不是先帝，而是天帝？你已经将墓地的圣器与你的圣器融合了。就算如此又如何？我就不信杀不了你！起！破！冰寒鲲鹏诛天斩！不好！给我挡住！你是天帝！报！此方小世界不受外界天地法则束缚，天地意志想降下天劫阻挡混沌圣器诞生也是徒劳。不愧是混沌献器，不仅能随意变换形态，还内含五行大道的恐怖威力，更能抽取五行元液和施展五行神通。有了它，我的五行大道圆满，指日可待。你来了。谁？听声音在火山口深处传来的。之前一直在装神弄鬼的，就是你。放我出去，你自然知晓答案。好强的气息，是古未央。竟与我不相上下，同为天地境。这里怎么会有一尊天帝？是敌是友？怎么回事？境界竟然跌落得如此严重！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，青帝大人。今日便是我们妖族踏碎苍天之时，随我讨伐神族，不死不休！我是青帝，可青帝究竟是谁？神族又是什么？天道引我来寻尸骨，难道是为了寻我自己的尸骨？青帝大人，我等了你整整70万年，你终于回来找我了。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一定知道关于我的秘密。看来，只能等他苏醒再问个明白了。收。妖皇大人，他就是你们妖族的妖皇。那我问你，你可知道青帝是谁？当然知晓，青帝大人，那可是我们整个妖族流传万古的传说，是妖族唯一的真神呐！详细说说。传闻在70万年前，一朵混沌青莲显化人形，他以横推万古的无敌之姿，强势统治了整个妖界。不到1万年，便突破至天地境，成为了我们妖族历史上的第1代帝皇。那位伟大的初代帝皇，曾统御1万妖族，带领我们讨伐诸天其他种族。那时，妖族大军所向披靡，杀得天下片甲不留。可突然有一天，一个自称神族的可怕种族降临仙界，开始肆意虐杀诸天万族。是青帝大人，他带领我们妖族挺身而出，讨伐神族。那一天，天崩地裂，青帝大人以一己之力，生生斩杀了10位神族天帝，杀得神族大军肝胆暂震，落荒而逃。可是，青帝大人在那场惊天大战中受了极重的伤，他为了保全妖族血脉，耗尽了自身的青莲之力，硬生生在虚无中开辟出了一个崭新的妖界，保了妖族10万年的太平。若不是他，妖族早就亡了。一人独占并斩杀10位天帝，我以前竟然这么伟大。那段莫名涌出的记忆里，那个被称为青帝的人，容貌与我一般无二，大概率那就是我。那你可知青帝究竟长什么模样？不知。青帝大人的画像和神像全都在那场毁天灭地的大劫中湮灭了。如今世上只有极少数从那个时代存活下来的大能才知晓真容，妖皇大人便是知情者之一。既然他清楚青帝的样貌，刚才又唤我青帝大人，看来我的身份已经呼之欲出了。天道，你布下这盘大棋，让我顺着地图来寻找尸骨，究竟想干什么？难道是让我寻找我自己前世的尸骨？我前世是鲲鹏天帝，现在又成了70万年前的妖族青帝。那地图上标记的足足8具尸骨，难不成全是我在不同时代留下的遗灰？我到底活了多少个时代？我又藏着何等恐怖的秘密？此处还有什么别的宝贝吗？没了。除了5帝传承之外，剩下的都是些寻常的破铜烂铁，主人您肯定是看不上眼的。行，那就离开此处吧。这里既然是妖皇所化的传承之地，应该不会存放青帝的尸骨。天道给的那份地图，最终的指向是万妖山，看来青帝的尸骨一定藏在万妖山中。这是什么速度？完全无视了空间距离！出来了，有人出来了！那是冰焰虎，背上坐着个人族，他怀里还抱着个女人，肯定是秘境里带出来的重宝。都滚开！冰焰，你倒是威风了，进了趟秘境，认了新主人，看来是抱上大腿了。这女人是从秘境带出来的，把她交给我，我放你们走。关你屁事！冰焰虎，你以为抱上个不知底细的人族就能骑到我头上？这里是妖州，轮不到人族撒野。你有3息时间。什么？你在威胁我？3、2，找死！1。10几个圣人，一招全灭，这是什么怪物？走吧。
前几日满师城被一人灭了满城，那人自称逍遥天帝。这气质绝对不是普通修士，怎么又带人回来？李仙长，他是妖皇。妖皇，那位天地境的妖帝秘境主人，前几天刚承认自己是逍遥仙帝，今天就捡个妖皇回来，这还是照顾好他。天道，出来！我知道你在听，装死，那就自己挖。不对劲，剑气到了地下深处就自动消散，像被什么东西吞噬了。你来了，我等你等了70万年。你是谁？我就是你，或者说，我是你的前世之一，青帝。你有很多疑问，进来，我告诉你所有答案。你是青帝，你是我的前世。天道让我找到8具尸骨，都是我的前世。不全是？什么意思？8具尸骨中只有3具是我，也就是你的前世，剩下的5具是另外5个人。他们是谁？你的仇人。当年神族入侵，我带领妖族抵抗斩杀10位神族天帝，但我重伤垂死，只能开辟妖界，让妖族避难。神族未退，留下了5位天帝镇守仙界，防止再出强者。而那5位天帝就是那5具尸骨，他们还活着。死了，时间杀死了他们，天帝也会老死。他们没等到神族援军，老死在仙界。但他们死前将传承和力量封印在了墓穴中。现在灵气复苏，墓穴即将开启。地黄坟、魔渊谷、天剑山、万古窟、北海之眼，找到他们，夺取传承，让神族人死在仙界的土地上，永不翻身。那你呢？我已经死了70万年了。这朵青莲是我最后的礼物，炼化它，你的修为将突破到天地大圆满。至于更高的境界，天地之上，宁为不朽。万妖山，这是天地大圆满，哪个远古妖帝苏醒了？是李兰。前脚刚突破后期，现在大圆满。李兰，你又突破了，老子卡在仙帝大高盟，你倒好，距离不朽只差1步了。万年老二的名头，我这辈子是摘不掉了。又突破了，这还让人活吗？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，就是没跟他死磕到底。逍遥天帝，您回来了。禁制法阵进度大部分破解了，还差最后3道。现在神女已经能在山里自由活动了。继续。是。我要闭关一段时间。我给您护法。
他什么时候能醒？气息稳定在大地境了，但就是不醒，体内有股力量在慢慢修复本源，可能需要某种特定的东西来刺激。我要出去一趟，这里交给你。您放心。天道，出来！你终于肯主动找我了。下面那具干尸，就是神族天帝。是，神族5大天帝之一的帝苍，天地大圆满，距离不朽只差半步。不过现在只剩一缕神魂印记，实力大概在天地中期。大概？神族的手段，我也不能完全看透。他的棺椁里有什么？你能得到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让我找8具尸骨，现在告诉我你不知道。8具尸骨是3具你的前世，5具神族天地。我知道位置，但不知道内容。怎么进去？直接挖。那就挖。残血！那是什么人？一剑劈开了地皇粉！70万年了，终于有人来了。你是来夺传承的？你是神族？神族，好久没听到这个词了。是的，我是神族5大天帝之一，帝苍。你镇守的是什么？这座墓里面埋着的是你们仙界最后一位帝皇，青帝。青帝的尸骨已经被我炼化了，这里也是青帝。你在说谎。我没说谎，这里葬的是青帝的头颅。当年他斩杀10位神族天帝，自己也被打碎成3部分，这里就是他的首级所在。那你的传承呢？我没有传承，我的使命就是守住头颅。后世者，你很强，现在滚！我不杀你，不走就死。这是我用70万年布下的法阵，在这里，你的修为被压制3成，而我将重回巅峰。我生前距离不朽只差半步，你一个后世者，不该来这儿。说完了。第一，青，你的法阵压制不了我，因为你的阵道造诣太垃圾了。怎么可能？第二，你恢复巅峰也没用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天地大圆满。这是什么法相？第三，死人就该老老实实待在棺材里。冰寒鲲鹏朱天天，斩！神族不败！反派死于话多，这不是对外防御的封印，这是对内禁锢的枷锁。神族在防着里面的东西自己出来了。
你是青帝，我是他的一部分。当年我被神族4位不朽围杀，身首异传，躯干在万妖山，四肢在另一个地方。8具尸骨，前世有3具，除了你和鲲鹏天帝，还有谁？第一个反抗神族的人，他在魔渊谷。神族为什么要杀你？为什么要封锁仙界？为了阻止仙界出现不朽，一旦有人突破不朽，就能打破神族对天道的控制。天道曾经是神族的傀儡，但他暗中帮了我。神族即将卷土重来，10年内必将降临。你的头颅留下了什么传承？神体，炼化我，你的体质将蜕变为混沌青莲体，这是冲击不朽的入场券，但代价是你要承承受我7万年完整的记忆，撑不住，你就会变成我。来吧。放弃吧，让我代替你。滚出去！我是李兰，谁也别想抹除我！混沌青莲体，神体成了。他又突破了，这还让不让虎活了？刚大圆满，又蜕变了神体，这万年老二我当够了。逍遥哥哥又变强了。这就是神体，大道法则不再需要刻意感悟，已经成了我的本能。具备资格还不够，踏入不朽需要3个条件。哪3个？第一，圆满掌握3条大道，空间与冰你已圆满，你需要去北海之眼修炼时间大道。第二，一枚不朽神格碎片，帝苍身上就有1块，而这第3，完整的灵魂，如果不融合所有前世的记忆，突破时必被心魔反噬。收集其5位镇守天地的碎片，你便可尝试冲击不朽。我会让神族付出代价。出来了！他身上的气息怎么……前重。李兰，我突破了！你突破不朽了？没有，只是神体。只是神体，天地大圆满加神体，你还让不让人活了？你来找我，不是专门为了比惨吧？神族墓穴被盯上了，我突破时，天道给我看了一些东西。天剑山和万古窟已经被远古宗门扎营了。天剑山那边有个远古时代的天地中期老怪物，最多3天就能破阵。神格碎片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。你来告诉我这些，是想帮我收尸？主要是我想打架，顺带帮你，但我怕死，打不过你得给我兜底。传承碎片全归你。走，先去魔渊谷。魔渊谷那边没有神族墓穴吧？有我的东西，抓紧了！啊，抓什么？你这鲲鹏神翼真变态！下面有人在战斗。5个天地，其中2个比我还强。下去看看。
些石柱原本是一座大阵，被人硬生生打爆了。我的第一式，你第一式，这破坏力，怕不是已经不朽了吧？前面有动静。休想踏入半步！牧尘，你守了这座墓13000年还不够，现在灵气复苏，你想一个人吃独食？我守在这里，却燃烧犹如烈火般，是为了承诺。承诺？哈哈哈哈哈！什么承诺比命还重要？让开！念你天地修为不易，里面的几条分你一分。给脸不要脸，那就死！等等，逍遥天地，认识我？金榜第一，如雷贯耳。但这魔渊谷好像不是你逍遥天地的地盘吧？你可以走了。逍遥天地，我敬你几分，但这地方是我先来的。你先来的。这座墓存在了70万年，你算老几？你是铁了心要抢？是。一个打一个算什么本事？来来来，2个打你们1个才不吃亏。好，逍遥天地，今天这个面子我给你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顺便提醒你一句，墓里那个人当年得罪的可不止神族，仙界远古宗门有一半想挖他的坟，祝你好运。这就跑了？我还以为能松松筋骨呢，你怎么不直接弄死他？外面有3个宗门盯着，现在动手，白便宜了别人。你就是逍遥天地，在找8具尸骨。你怎么知道？老夫墨兰见过少主。少主？等等，这什么情况？我守了13000年，就是等少主回来。您的第一式技艺未觉醒，但我认得您的灵魂。我是您第一式座下第7弟子。第7弟子，你活了13000年。师父当年将我封印，13000年前封印解开，我便一直守在这里。我的第一式叫什么名字？剑无双。剑无双？那个一剑斩断天道束缚，让仙界灵气喷涌10万年的传说？你这背景也太逆天了吧！那就是他的墓。是，当年师父被13位神族不朽围杀，力斩7位，重伤6位。3位不朽，最终力竭，葬生于此。你来了，剑无双。现在只是残魂，一缕剑意罢了。传功和技艺都在墓里，我留这道残魂，只是为了当面跟你说几句话。什么话？你想打神族，很好，但你要记住，不要相信天道。为什么？他是天道，也是棋子。他被捏着命脉让你找尸骨，不过是借你的手清除神族的钉子。防着点儿，别把后背交给他。还有呢？神族在不朽之上，还有一个境界。永恒！围杀我的13人中，为首的便是永恒镜。永恒镜可操控时间，能让时间倒流，让一瞬变万年。我杀7个不朽，却连他一剑都接不下。永恒镜如何能杀？用时间法则冻结他，斩断他的因果。你去北海之眼，那里是时间法则最浓郁之地。
也是你突破永恒的必经之路。我能说的就这些了。最后一句，别死。少主，开！这是剑种。师父当年死后，他的佩剑崩碎落在此处，化成这片剑种，100万年剑意不灭。这些剑，他们想攻击他，不是攻击，是迎接。剑无双，你保不住仙界，天道已经归顺神族，仙界资源尽归我族。你一人能做什么？这一剑叫归虚。归虚一式，以意破敌，一念可斩天。这气息是谁的剑意能有这么强？逍遥天帝到底什么来头？能拿到一把天捅个窟窿的剑？不是拿到，是取回。取回？里面埋的人是剑无双。炎天宗初代宗主留下的手札里写过：剑出星河碎，一剑斩七不朽。逍遥天帝取回了这把剑，不管他是转世还是传人，他和炎天宗的死仇结定了。等他知道当年的事就是炎宗灭门之时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天剑山那边马上派人传信给炎火长老，动作加快，拿不到就毁掉，绝不能留给他。少主，师父还留了东西给您。天剑山墓穴中封着当年被我斩杀的7位不朽之一，神族无衡的残魂。70万年，其神魂已恢复，去天剑山杀了他。乌衡，少主，这个乌衡是神族大将，如果他恢复了一部分，至少是天地圆满，甚至可能回到了不朽初期。那就更要去了。趁他没完全恢复，你伤得很重，跟不跟我走？老夫这把骨头就不拖少主后腿了，等我伤好，去天剑山找您。天剑山有远古宗门在抢，有架的，走不走？走！抓紧了。阵仗不小啊！炎天宗天罗殿哟，还有几个叫不出名字的。山腹里有墓室，有人已经在破阵了。至少3个天地，其中1个修为不在我之下。在你之下，天地大圆满，远古时代还有这种老怪物活着？应该是刚苏醒的。来者何人？天剑山已被7大远古宗门联合封锁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
我不是闲杂人，我是来拿东西的。山腹里的墓归我。找死！再说一遍，我找你们管事的，或者我自己打上去。你是逍遥天帝！逍遥天帝，老夫炎天宗大长老炎火，不知逍遥天帝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敢问来天剑山有何贵干？你们在挖的那座墓归我。逍遥天帝说笑了，天剑山是我们共同发现的，破阵大半个月，耗费资源无数，您一句话就想全拿走，未免不太合适吧？那你觉得怎样合适？共同开发，墓里的东西你我3-7分如何？你知不知道这座墓里埋的是谁？愿闻其详。神族不朽，无恒。一个死了几十万年还没死透的神族，你们在这挖了大半个月，不是挖宝，是在给人家破封。天剑山的封印，大长老，大长老，封印破开了！不是我们破的，是从里面破开的。所有人后退！这是什么力量？时间法则，它恢复到不朽了。仙界，好久不见！你们在我的坟头上敲敲打打了大半个月，作为感谢，你们全都留下来，给我当养料吧。剑无双，不对，你的剑意不如他凌厉，你是他的传人。无双剑，当年这柄剑捅穿了我的心脏，你是他什么人？转世。好，哈哈，太好了！70万年前你杀了我，今天自己送上门来。剑无双当年杀我还得用龟须，你现在连不朽都不是，拿什么杀我？不需要不朽。不错。天地大圆满，神体五行圆满，再加无双剑，你确实像他。不过天地就是天地，哪怕是大圆满，你跟不朽之间依然隔着一道天堑。你说完了？归去。一剑，龟须，你居然真学会了龟须，你还能用？住手！冰寒鲲鹏诛天斩，假龟须，仙也不会有好下场的。神族很快就要来了，你们等死吧！
时间法则的残片，不用灵气，用时间法则淬体，去北海之眼正好用得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哎，我去！这么小一块，怎么跟座山一样重？什么材料？一块地图。地图？藏宝图？哦，残片。这符文只有1/4，需要凑齐4块才能看清。不管神族在藏什么，肯定不寻常。多谢逍遥天帝救命之恩。我不是来救你的，他要杀人，我恰好要杀他，仅此而已。即便如此，炎天宗也承您的情，墓里的东西全部归您。不需要，我要的已经拿到了，剩下的你们自己分。问一件事，万古窟那边什么情况？万古窟不太平。3天前收到消息，那边的神族墓穴被打开了，但墓里出来的不是干尸，是个活人。活人？70万年了还能有活人？不是封印了70万年，是那个人在5000年前就已经醒了，他一直在万古窟里修炼，实力至少是不朽。知道他的名字吗？没人知道，派去打他的人只看到一个背影，回来就疯了一个。那人坐在一座白骨山上，手里拿着一根人骨在敲地，敲一下，整个万古窟都在抖。他还在哼一首根本听不懂的歌。这听着是个变态呀！5000年前就醒了，跟吴恒这种刚破风的半吊子可不一样。这是万古窟的坐标。逍遥天帝，您刚和吴恒打完，要不要先休息几天？那家伙比吴恒难对付得多。不用。等等，你能不能慢点飞？老子自己飞也行。自己飞要2天。来吧。诸位都看到了，逍遥天帝在清理神族墓穴。从今天起，炎天宗不再参与任何针对神族墓穴的行动。谁要是想去送死，我不拦着，但别拖着我炎天宗一起死。真难闻，这什么味道？不是腐烂，像骨头风化的味儿。这里以前是战场。是。就是他，气息稳定，不朽初期，但感觉和吴恒完全不同。他没有急躁，没有暴虐，他坐在这里，像是在等人。来了就过来，别站那么远。坐。你是神族？曾经是，5000年前就叛了。神族追杀我10几万年，我被堵在仙界出不去，只好躲在这儿，顺便等你们。等我们？等人来杀我。我的不朽神格碎片比吴恒的大多了，拿我的碎片突破，成功率能提高30%。怎么样？动手吗？你不想打？想打的话，你不会让炎天宗的人活着回去报信。有意思，剑无双的转世果然和传说中一样。坐吧，我真不打，打了一辈子，早腻了。我叫渊，神族第3军团先锋将，不朽初期。12万年前任务失败，被当成弃子，叛逃后被追杀了10万年。5万年前躲进仙界，5000年前醒来，发现仙界一个人都不认识，就一直坐在这里等。等死？等解脱。
杀了你，神族会赦免我；不杀你，神族连我一起杀。哼，你就不怕死？活了几十万年，死算什么？想来想去，好像只能被你杀掉了。比死可怕的事多了，背叛种族却无处可去，躲了10万年，发现躲哪里都没用。在这做了5000年等死，结果等来一个天地大圆满，连不朽都不是。你在失望？你真的只是天地大圆满？你体内的剑意已经接近不朽了，还有你这双眼睛，混沌神瞳，神族都没几个人有。神族什么时候到仙界？1年之内。1年？老子卡了1万年才等到灵气复苏，他们这就来了。根据灵气复苏推算的，神族在仙界布了5座封印大阵，每破一座，他们对仙界坐标的感应就清晰一分。地黄坟、天剑山、魔渊谷破了，我这万灵军种5000年前我醒的时候弄坏了一半，现在只剩北海之眼，等那里破了，神族就能彻底锁定坐标，全面入侵。为什么把这些告诉我？因为你活，我才能活。刚才说让你杀我是开玩笑的，我躲了10几万年都没死，现在也不想死，但我一个人扛不住神族，仙界唯一可能扛住的只有你。你叛了神族，还愿意打神族？那怎么了？叛了就不回去了？要么他们死，要么我杀出一条活路。做个交易，我帮你打神族，我的碎片归你，条件是打退神族后，在仙界给我划块地养老。空口白牙，凭什么信你？就凭5000年前我能毁了万灵经肘却留了一半，就凭天剑山一战我没去帮乌恒，这些诚意够不够？你怕死？对，怕死。想让我送死，你得先让我看到活下去的希望。带我们去北海之眼，碎片归我，第一战你打前锋。成交！所以现在是3个天地打神族，一个初期，一个大圆满，一个不朽初期，也算是不错的开局了。你想多了，拿到北海之眼碎片前，你们还得面对最难的一关。神族5大镇守天地，地苍第5，无混第3，我排第4。北海之眼的镇守者叫元图，最强的一个，而且他生前就是不朽初期，肉身吸收了70万年时间法则，很可能已经诞生了新的灵智。合着最后一关比前面4个加起来都变态。跟我来，先把我的碎片给你。你这状态，北海那一战，你得打主力。拿吧，拿了它，我的境界就会跌到天地大圆满。10几万年了，第一次感觉这么轻松。走吧，去北海。